罗伊斯的心里委屈极了，但委屈归委屈，面对气急败坏的父亲，他不敢再多说哪怕一个字。于是父子俩一言不发，一前一后的来到家族会议室。这个仿若中世纪欧洲宫廷风格的会议室内，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已经到齐。不过老爷子还没来，众人都知道今天肯定是老爷子传位给史蒂夫的日子。等老爷子宣布之后，史蒂夫将正式成为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头羊。所以每一个人虽然表情都很难看，但心里也都想着稍后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讨好史蒂夫。以后大家的资源收入以及生杀大权就都掌握在史蒂夫的手中了。眼见史蒂夫和罗伊斯来了，一众人无一例外全都从座椅上站了起来，那齐刷刷的感觉像极了军事会议时一众将领见到司令官时的庄严肃穆。史蒂夫的几个弟弟一时间都热切地围了上来，殷勤地向他问好。史蒂夫见几人表情虚假又谄媚，心里虽然不爽，但还是非常客气地跟每一个人点头示意。最小的弟弟大卫·罗斯柴尔德十分殷勤地说道：大哥，我昨天晚上还想登门拜访来着，可是你们家的管家说你闭门谢客，今天晚上你说什么也要给弟弟一个机会，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亲自送到你的府上去。史蒂夫讪笑一声道：大卫，你有心了，不过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大卫忙道：大哥，你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咱们这些兄弟姐妹了，从小就你最疼我了。其他人见大卫抢先跪舔，一时间也都不落人后，慌忙地向史蒂夫套起了近乎。史蒂夫冷静地看着这些人的表演，心里愈发清醒。他知道一旦老爷子没把族长之位传给自己，这些人一定会立刻变脸，到时候肯定又要跟自己明争暗斗，来尽可能地争取老爷子的好印象，争取替代自己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所以只要自己今天不能继位，这些弟弟就还会以取代自己为奋斗目标，他们会把自己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绝对不会真的向自己低头。这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众人立刻循声望去，便见老管家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紧接着老爷子霍华德便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进来。当众人看到霍华德自己走进来的时候，一个个均是瞠目结舌。老爷子中风的样子，这里面大部分人都见到过，所以他们以为老爷子今天出场必然得坐着轮椅，并且靠人推着进来。可谁能想到，一晚上没见，老爷子就已经病态全无了。不过震惊归震惊，这些人看到老爷子神采如初，无一例外都大松了一口气。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史蒂夫一家人盼着老爷子早点死，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老爷子健健康康。对于这些无缘成为继承人的家族成员来说，老爷子健康在位，他们的日子就最好过。一旦老爷子病了死了，他们都会被新任族长清洗和削减。大卫·罗斯柴尔德反应最快，上一秒他还围在史蒂夫跟前，抢占了与史蒂夫离得最近最好的位置，下一秒他就已经提出了人群，朝着霍华德飞快地跑了过去。父亲大卫一马当先，一骑绝尘，冲到霍华德跟前之后，便立刻用胳膊搀扶起了对方的手臂，口中紧张不已地说道：父亲，你怎么自己走过来了？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吗？那些原本还围着史蒂夫的儿子们一下子回过神来，一个个一边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暗骂大卫脖子上那个比他们年轻的脑瓜子反应就是快，另一边也都将史蒂夫晾在原地，飞快地回到了霍华德的跟前。一旁的罗伊斯亲眼见证了什么是教科书级的墙头草，这帮人刚才围在自己的父亲跟前，以至于自己这个当儿子的都挤不过去，可是现在这帮人全部都挤到了爷爷的跟前，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反倒是有了几分孤独的意味。霍华德见这些儿子都一脸激动地跑到自己跟前，心里也不由一阵欣慰。刚才还在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大儿子史蒂夫的孝心所感动，现在见到其他的儿子也都如此关心自己，他心中感动之余，
也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父亲还是挺成功的，儿子们一个赛一个的孝顺。于是他脸上挂着慈父的微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向众人宣布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听到这话，这些儿孙们虽然不知道中风为什么能这么快痊愈，但心里也都激动得无以复加。大卫忍不住问：父亲，您召集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想亲自给我们一个惊喜吗？霍华德微微笑道：差不多吧，这一次我用上了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痊愈。说到这里，霍华德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厉声道：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不允许任何人对外提起过中风的事情。一旦让我知道有人走漏风声的话，无论他是谁，我都会将他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驱逐出去。众人听完这话，心里顿时一颤。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驱逐出家族就是最高且最严厉的惩罚。老爷子以前虽然也放过狠话，但是这种无差别的放最高级别狠话还是第一次。除了史蒂夫之外，其他人都欣喜地意识到，老爷子之所以不想让外界知道他中过风，大概率就是想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插曲，让外界看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发生任何内部波动。既然不想让别人看到波动，就证明老爷子肯定还想继续担任族长一职。于是众人惊喜不已地连连点头，纷纷发誓绝不将这件事情透露出去，否则愿意接受一切惩罚。霍华德这才满意地微微颔首，随即他来到偌大的会议桌首位坐下，其他儿孙也都赶紧来到他左右两侧的座位旁边站立。霍华德伸出手来示意众人坐下，众人这才小心谨慎地搬开座椅坐了下来。现场虽然有几十号人，但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之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每个人都闭着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连椅子也不敢直接拉开，而是要小心翼翼地搬起来，向后方让出自己所需要的空间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羊毛编制的地毯上。整个过程，椅子都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这是霍华德早就在家族立下的规矩，至今仍旧被每个人悉心遵守。眼见所有人一丝不苟、谨慎小心的样子，霍华德心里十分舒服，也十分满足。这就是族长一职对他来说的魅力所在。见所有人都小心地坐下，挺直腰背，不敢有任何懈怠，霍华德十分满意地说道：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主要是想宣布一件事情。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霍华德。史蒂夫能不能继位，这一刻便能揭晓。只有史蒂夫自己知道，自己今天继位的可能性为零。这时，只见霍华德清了清嗓子，非常严肃地说道：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史蒂夫将正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罗伊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顺位继承人，而我趁着自己还能动，我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向更高处。